周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应约同美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双方围绕全面恢复伊核协议的前景及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另一方面，在军控领域，拜登政府也正在试图重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陷入僵局的军备控制谈判。不过，美国却妄图夹带私货，再次宣称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核潜力感到担忧。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予以坚决批驳。周三同拉夫罗夫通话之后，布林肯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双方就伊核协议问题进行重点讨论。美俄两国均认同美伊迅速恢复履行伊核协议的重要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副研究员康杰向深圳卫视分析，布林肯和拉夫罗夫此次通话，尽管围绕的是双方共同关心的伊核协议问题，但各有各的需求，是借该问题进行的一场博弈。美国方面呢，也是希望用这个，重启核谈判的这个过程呢，一方面是提升它的政绩，作为它的一个在中期选举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交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此来约束伊朗的现在这个已经取得很大成效的很多成果的这个俄罗斯进程。俄罗斯方面呢，也是希望在这个阿富汗变局以及这个南高加索地区的变局的背景下呢。重新拉住伊朗这个重要的盟友，同时呢，就是增强对未来的这个伊核谈判进程的影响力。外界注意到，俄美外长此次通话是两人自5月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会晤以来的第2次接触。而在通话前夕，两国在外交官问题上的互相驱逐愈演愈烈。美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日前在网络上发布公开信，称多名参议员建议总统拜登，如果俄罗斯政府不同意美国驻俄大使馆扩员，美国就应当驱逐300名俄罗斯外交官。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周二回应表示，如果美国胆敢驱逐俄罗斯如此多的外交官，那么俄方将关闭所有美国驻俄领馆。另一方面，俄美两国在军事方面的较量也在加剧。周二，俄罗斯国防部称，俄罗斯海军首次通过核潜艇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导弹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在飞行路线上使用自己的发动机推力，在密集大气层中进行长期气动飞行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导弹的最高速度达到约9倍音速，最大射程宣布为1000公里。而五角大楼上月27号宣布，美国成功试射飞行速度超过音速5倍的一种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这是自2013年以来美国首次成功试射此类武器。另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务院在周二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公布了美国储存的核弹头数量，这是美国4年来首次公布该数据。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拒绝遵循公布核弹头数量的惯例。声明指出，截至去年9月30号，包括现役和非现役的装备在内，美国总共拥有3750枚核弹头，这一数字低于2019年同期的3805枚，以及2018年同期的3785枚。它的弹头数量的缩减和它的这个核弹头技术的升级换代是一个同时发生的进程。一方面它是在削减数量，另一方面它也在提升质量。它在用新一代的这个低当量的小型化的这个更方便空投的这种核弹头来取代这个原有的这个核弹头。然后这个核弹的拆解，退役核弹的拆解的进程呢，实际上是最近这些年也是放慢了很多。此外，拜登政府也正在争取与俄罗斯重启在特朗普任内陷入停滞的军控谈判。上周四，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分别率领双方的跨部门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闭门会议，就核军控等战略问题展开对话。里亚布科夫会后对媒体说，美国在对话期间再次宣称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核潜力感到担忧，但俄罗斯拒绝强迫中国加入俄美军控谈判。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表示，中国一直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恪守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从未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也没有在国外部署核武器。任何国家只要无意威胁和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不会受到中国国防力量的威胁，也不应该感到这样的威胁。
在周二举行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发言中对美国违背多边军控与裁军的行径提出批评。他表示，美国大肆制造假想敌，升级核武库，以应对所谓中俄威胁为借口，推进全球反导系统建设。美国违背不搞新冷战政策宣示，谋求在亚太和欧洲部署陆基中岛，与英国及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等行为，破坏大国战略互信，刺激军备竞赛，加剧地区紧张，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